大家好，这里是毛怪老师，欢迎回到毛怪老师的漫画小剧场。这一期呢非常适合女孩子听，因为我要讲2个有关性骚扰的故事，请各位女生提高警惕，也请各位男士引以为戒，要自律。一会儿呢，我再介绍几招追女孩子的计谋，女生也可以听一下啊，预防一下渣男是如何给你们下钩子的。首先，第一个故事是猥琐教师强追女学生。别误会啊，这个并不是我啊。我虽然也追过女学生，但是至少我在追的时候也不怎么猥琐。好了，大家呢都知道我有时候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民教师。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在某个高校帮某一个研究生导师的准研究生班讲了一段时间的动画专业的突击课程。因为考研究生的人本来就不多，我记得当时也就4-5个人。有一天呢，我到了学校，发现那个导师坐在那儿唉声叹气。我说 What's up, teacher？ 导师呢告诉我一件事，当时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本校的在读研究生，一个其貌不扬、黑不溜秋的家伙。他也给那些学生们呢讲一些有关考研的东西。就在这个突击班里面呢，有一个女孩子长得挺好看的，一头红发，秀色可餐呢。一天晚上呢，那个女孩子正在住的地方洗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那个研究生打来的。这个研究生直接就说：“小红，我今天没地方住了，今天就让我住在你那儿吧。”小红姑娘听了吓了一跳呀。这里我先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女孩子并不是本校的备考生，她并没有住在女生宿舍，只是呢在附近租了一个单间，所以呢这个研究生敢提出这种吓人的要求。这研究生呢应该是垂涎小红很久了，但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我估计他都没追过女孩子，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憋出这么一个主意。但是呢，更让女孩子毛骨悚然的是，这研究生说：“我已经把行李都搬来了，我就在你楼下呢。”女孩子当时都不知道说啥了，这研究生还要求呢：“求你了，小红，就让我住这儿吧。”我不知道当时女孩子到底怎么跟研究生说的，但小红姑娘最终还是坚决地把这个硕士研究生给拒绝了。小红姑娘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导师。我虽然很看不惯有啥事都找老师告状的行为，但这件事做的绝对是对的。这事儿呢让导师知道了，把那个研究生给臭骂了一顿。最后呢也没怎么处置这个研究生，因为毕竟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只是那个女孩不再去上她的课了。我从来没见过追一个女孩子这么直接的。你说追呢可能都不准确，你说她情商低呢也不对，我觉得这都不属于情商范畴。说她性骚扰吧，应该是沾点边儿，但她毕竟提前问了一下，被拒绝了以后也没有再死缠烂打。回到教室呢，一阵唉声叹气，她告诉导师她只是喜欢小红，想追她，但这肯定是给那个小红姑娘造成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啊。后面导师如何安抚小红我不知道，但我想这丫头是不是愿意继续考这个研究生都两说了。但咱们回来追溯一下这件事啊，追姑娘咱是不是得循序渐进呀？首先呢，这研究生都弄到这个姑娘的电话了，而且呢，我觉得以自己没地方住这创意为起点，到最终目标一块住也不是不可能，但咱中间的这个流程是不是得走一下呀？饭得一口一口吃。我们设想一下啊，如果是一个正常人，这个游戏应该怎么玩？首先呢，这种艺术类教学师生关系大都搞得很好啊，就像朋友一样，至少我从来都是这样啊。所以呢，你让学生帮个忙并不是难事，你礼貌一点就说：“我有个东西不方便拿，能不能暂时帮我保存一下？”你也别放多了，您直接整一个大集装箱也得把人吓跑啊。你就放个小纸箱，说我有急事出门，请暂时帮我保存一下，过2天我来取。如果呢你怕自己的意图太明显，可以准备4个箱子嘛，分别分配给4个学生。你就说你们帮我保存一下，我东西太多了。你提前把让姑娘保存的东西可以特别的安排一下，比如呢放一些你平时不看的有关文学的书，或者放几张你看不懂的五线谱，装一下你的文学艺术修养，或者呢放几张你已经事先画好的很帅的素描啥的。之后呢，你晚上给姑娘发消息说：“你帮我找一样东西，在那本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第18页里，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票，那个发票号我忘了，你帮我拍个照片吧。”这种要求一般人都会帮忙吧？
然后呢，姑娘回去翻书，从荷马史诗、唐顿庄园、失乐园、巴黎圣母院和舒曼的梦幻曲、安格尔画册等等世界名著和曲谱画册里翻出《战争与和平》，这本呢一定要放在最下面。然后女孩子在找第18页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你早就提前准备好夹在第16页的一幅小红的速写。记住啊，这里绝对不能只画小红一个人，你必须画全班同学。小红只是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但是要画得非常漂亮，别放在第17页，那样显得太刻意。之后呢，等女孩子帮你找到重要的发票时，给你发消息。如果她这时候顺便问你，那张速写是你画的吗？你放心，这时候问你速写的事，那就证明这事态基本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你一定要绷住，千万别说是我画的，好不好啊？你得满不在乎的回答。就是上课时候没事画的练习，顺便提醒他，速写可不能放弃啊，你平时也得练。如果这姑娘没有问你速写，你也别傻了吧唧的把自己亮出来。你看见那张速写了吗？画的好不好？这是只有傻子才会干的事儿。他不问也没关系，只要他见过那张速写，你就一定成功的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这在心理学上呢叫锚定效应。只要后面的手段得当，这颗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这样过几天，你给姑娘发个消息，今天我要取一下箱子，你有时间吗？如果她说好，你就跟她约个地方。见面之后呢，你就说谢谢你啊，然后送给她一个小零食。你千万别直接约她吃饭，如果姑娘对你没啥意思，那就直接 game over 了。你送个小零食，她也不好意思拒绝，但这是在她心里种下的第2颗种子。之后呢，找机会安排一下全班的聚餐，在餐桌上你再察言观色，然后再制定之后的计划。从师生角度来讲，他既然是学生，那么在专业上就一定有弱项。然后呢，你最近就故意安排一些他做不好的作业，这样呢就可以单独给他特殊的指点。而在一段的学习之后呢，你再给学生安排一次上山写生啥的，这都不用美其名曰，这就是课程的硬性规定。他不是要考研究生吗？你就找个他单独在的机会，或者呢制造一个路上的巧遇，突然说对了，专业课考试有个窍门我可忘了说了，就是动画考试的时候，记住做一半的时候一定要备份一个文件。之前就有个学生全都做完了，最后文件崩溃了，结果考试成绩是0。你说这个消息重不重要？其实呢，这根本就是我瞎编的，但你说实用不实用？你就告诉他，我之前上课忘了说了，所以我特别提醒你一下。然后你还得再装一下大度，你有时间也要跟其他的同学说一下。最后的鼓励千万别忘，你一定能考上，加油，考上了我请你吃饭。如果他万一没考上，你告诉他，别灰心，你这次的考试有一些问题，我得给你好好说说。这时候呢，别去饭店，你就找个咖啡厅，然后请他喝杯咖啡，再讲讲下次考试的注意事项。只要他愿意继续考，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如果他真考上了，他好意思拒绝你的一顿饭吗？你就说是在开学之前的茶话会，顺便讲一讲之后的注意事项啥的，因为只招一个研究生嘛，你肯定是跟他单独吃饭。只要他答应了一次吃饭，那么后面你一起住的目标不就指日可待了？我身为人民教师都在教什么呀？这一段呢主要是说给女孩子听的啊，千万不要相信像我这种道貌岸然、满嘴伦理道德的家伙。你说你作为一个老师，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稍微用上一点计谋，啥事儿成不了啊？结果这个弱智就非得想一步登天。啥叫过犹不及？就算姑娘开始对你有好感，你这也是自毁前程，这不是情商的问题，这他妈纯粹就是智商问题。一手好牌起手4个2带俩王，你后边怎么玩啊？如果女孩子遭到性骚扰，千万别懦弱，勇敢的回击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一边反抗一边大叫求救，总比逆来顺受强吧。如果走夜路呢，最好是结伴或者走大路。至于学个防身术啥的，除非你体格非常强，否则呢，你就算学了，你可能也不敢打。准备个防狼喷雾什么的，可能都比这个防身术强啊。下面呢，我讲一个我前女友的故事。我这个前女友呢，给我讲过一次她曾经遭遇色狼的经历。当时呢，她和她的朋友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突然在一座桥上遇见一个男的，这男的对他们污言秽语，暴露天机。就我这前女友，那可是在雕塑系混过的，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色狼能镇得住他吗？
我这个前女友上去给色狼来了一个罗丹之落，这双手平时摔泥巴钉架子就如在家中和面一般，浑身都是神力呀！一个自带底 buff 的大劈斩直接切到了色狼的大动脉上，这要是子龙的圣剑，那色狼早去见质子了。之前说了，这大劈斩可是带着底 buff 的，这双手可是凝聚了罗丹的灵魂加上牛顿的助力呀！色狼浑身的血液循环在大动脉被突如其来的如来神掌震得短暂停止，血液循环的停止引发的是心脏的骤停，这心脏一罢工，重力顿时占据了主动，给大脑输送氧气的高速公路中的血红蛋白突然龟速行驶，色狼眼前一片发黑。这色狼发现剧本明显没按着他设想的发展，在他一愣神的功夫，前女友抡起了自行车，使出了一个180度的 bicep combo， 一顿轱辘连击，色狼直接被逼到了桥的一侧。这前女友明显没有想结束这番战斗的意思，左手抓住了色狼的左爪，一个螺丝转，右手顺势一压，色狼半个身子已置身桥外。这时候前女友的同伴一看要出人命，赶紧给色狼求情，色狼这才逃过一劫。这就是我其中一个前女友的故事，感谢前女友的分手之恩呐。不过呢，我这位前女友呢，绝对是特殊情况，一般人请勿参考。一般的小女生呢，还是备一个防狼喷雾但是前提你敢用。电击枪这玩意儿并不推荐，除了有可能误伤到自己，主要呢平时你带着这个可能连地铁都坐不了。这里呢我推荐一个东西是防狼警报器，这东西小巧可爱，随便你挂在身上，真遇到紧急情况，只要轻轻一拔就能发出高分贝的警报声，同时呢闪瞎你的钛合金狗眼。即使小女生也能操作，因为操作这个东西并不是直接对抗色狼，心理上需要的勇气并不太高，因此操作上会方便很多，成功率也很高。同时呢，会给你的逃跑带来宝贵的时间，也能引起附近群众的注意，因此我极力推荐这个。好了，前女友的故事讲完了，今天呢用一个带有悬念的故事来结尾。话说呢，有一天上午，俺来到公司，刚出了电梯，突然发现一个女孩子唱着歌从厕所里出来，不知道是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开心。女孩子背对着我，刚要刷卡进入工作区，映入我眼帘的就是这么一番美景。当时呢，楼道里只有我们2个人，但她完全没有察觉到我的存在。如果是一般的女同事呢，我肯定当啥也没看见。但是呢，这个女孩子是个实习生，刚刚入职不久，而且她的门特就是我。她平时的工作安排啥的都是我辅导的，所以我就放任她这样肆无忌惮地游荡到工作区里吗？我脑子里瞬间的念头就是赶紧叫住她，告诉她身上发生的可怕的事儿。不过呢，这女孩子的名字已经到我嘴边了，马上就要念出来了。一阵理智让我瞬间冷静下来。如果我叫住她，并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她会怎么想？虽然我救了她一命，但是呢，她这一世英名就毁在我的关心之上了。虽然她也知道我有时候可能也不是个坏人，但是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这件事将永远刻在她的心灵深处。夜长梦多啊，时间一长，谁知道我伟岸的形象在她心里会不会越来越扭曲呢？因此呢，在短暂的心理挣扎之后呢，我任由她进了工作区。好在呢，我带过的实习生小姑娘也不少你们也不知道我说的是谁。如果你是当事人呢，也不用害怕，你就当是另外一个人女孩子穿裙子的时候还是小心一点。一个新的史山游戏节目正在制作中，看看我跟程序的合作是如何把全组的电脑都干崩溃的，最后呢又是以何种讽刺的方式收场的。如果你想了解这个神奇的故事，请在 YouTube 跟 B 站关注毛怪老师，咱们 See you next time。